新疆的位置到底有多重要？为什么当年左宗棠誓死也要收复新疆？我们看地图，新疆位于亚欧大陆中心，这里是对外的重要门户，疆内是3山加2盆的格局。大家仔细看，新疆周边的几座大山环绕在新疆的南北西3侧，高大的山体将新疆牢牢的包围，形成了天然屏障，易守难攻。而新疆东侧通往河西走廊，穿越河西走廊，中原大地将一马平川。因此当年左公认为新疆丢不得，新疆失守，中原将是门户东开。另外，新疆的物产资源非常丰富，新疆的煤炭、天然气、石油资源约占全国的30%到40%，稀有矿产的品种更是数不胜数。这简直就是一个聚宝盆，独特的地形地貌让新疆多地都成为了瓜果的摇篮，哈密瓜、葡萄、苹果、梨、长绒棉等等享誉全球。夏天快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1972年，尼克松访华，送给我国一只耳朵，周总理看到却瞬间变了脸色。1972年2月，尼克松访华之旅成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。他在中国总共待了1个星期，走遍了诸多的城市。在他即将离开中国时，周总理特意在上海为尼克松举办了一次欢送晚宴。晚宴上，尼克松突然当中拿出了一张照片，送给了周总理。照片上是某地的地形图，中间的地形看起来很像是巨大的一只耳朵，因此被誉为地球之耳。尼克松说道，这是今年我们的卫星拍摄的照片，这里是你们国家新疆地区的罗布泊，它已经完全干涸了。尼克松这话一出，震惊了众人。罗布泊曾经是我国第2大内陆湖，1959年的时候还曾测出大面积的湖水，这才过了多少年就彻底干涸了。另外，中国领土的情况凭什么要一位美国客人来告诉我们呢？大家不由得意识到，对罗布泊的探索必须要加快了。那么，为什么要去探索罗布泊？我国是人口大国，中国要用只占世界7%的耕地养活世界22%的人口，因此提高单产是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，而科学种田、科学用肥变成了关键。人常言，蛋长枝叶，甲长根，开花结果用磷喷。但是在当时，我国的钾资源十分匮乏，要依靠大量进口。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察尔汗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外，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。但理论上讲，12万平方公里的柴达木盆地和56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，从地质资源来讲应该是相似的，因此塔里木盆地也应该有钾资源才对。但这个地球之耳同时也是一片死亡之海，这里无水、无路、无生命，有的只是一望无尽的荒漠，在这里勘探又谈何容易？平时你看到的古力娜扎、迪丽热巴都不是他们的全名，那他们的全名是什么呢？迪丽热巴的全名是迪丽热巴·迪丽穆拉提，意思就是心爱的美人。古力娜扎的全名是古力娜扎尔·百合提亚尔，意思就是花儿一样的美貌。哈尼克孜的全名是哈尼克孜·伍曼尔，是小公主的意思。尼格买提的全名是尼格买提·热合曼，意思就是一顿美食。我们的名字都有很美好的寓意，这也正是为什么你看到的那么多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里面都有古丽。古丽翻译过来就是花儿的意思，象征着美丽、漂亮、受人欢迎。但直接叫古丽也是不对的，因为一般古丽不会单独用，前后都会加一些其他的字，如果太长记不住。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见到新疆人你都可以叫嗨阿达西。如果你也喜欢新疆，记得关注我哟。迪丽热巴在新疆根本不算美女，大家是不是都听过在新疆3步一个古力娜扎，5步一个迪丽热巴？最近我的视频下面也有很多人说新疆到处都是美女，迪丽热巴在新疆根本不算美女。我承认新疆美女可能是相对多了一点点，但是迪丽热巴绝对是新疆顶尖的美女，都不用说她的穿着和造型，就纯素颜去比较，她大大的眼睛、高挺的鼻梁、精致的五官比例，几乎都是无可挑剔的。我虽然也有，但还是有很大差距的。另外，她的身材也是无敌，而且一直保持得非常好，不光是天生丽质，后天还很努力。最重要的，她的性格和人品都非常好，出席各种活动，一些小细节都能体现得出来。热巴一出道，我就是她忠实的粉丝，谁说她不美，就是说我不美，我都会拿小本子记上。记住哦，新疆很美，人美，景也美，不是都美，但大多都美。
在新疆居然有一个从东北迁移过来的民族，这一民族能征善战，又懂得农业，但200多年前，他们却携家带口，千里迢迢从广袤的东北迁移到新疆伊犁地区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原来乾隆年间，新疆发生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，叛乱镇压下去以后，当时那个地方没有人戍边，所以乾隆皇帝下令找一个既能征战又懂得农耕文化的民族西迁，最后就选择了锡伯族。1018名官兵加上家属，有3000多人告别了自己的故乡，步行走了1年3个月到达新疆，所以新疆才有一个锡伯族自治县。他们为守卫新疆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锡伯族西迁的这一波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、民族的利益，放弃了自己很多东西，所以这个民族在中华56个民族中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民族，是值得大家铭记在心的一个民族。锡伯族现在最重要的节日就是西迁节，这一节日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比春节和其他节日都更为重要。西迁节也在2006年的时候被国务院批准，成为我国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。锡伯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，这里还走出了一个漂亮的女明星，她经常为家乡做宣传。你知道她是谁吗？相信这绝对是你的童年记忆。亲爱的，这动画片你看过吧？聪明善良的阿凡提和八一老爷斗智斗勇的故事。现在全国各地能见得到很多八一老爷的餐厅，在新疆喀什还有一个八一老爷的家。这八一老爷到底是谁？其实八一在维语里意为富有、有钱的意思。八一老爷是形容在当地有钱有势的人，不是指具体的某人，而是一类人。类似于汉语里的富豪，有时候也可以表达尊敬的意思。在众多的八一老爷中，有像动画片里面那样贪财吝啬的，但相信更多的八一老爷应该是睿智、善良、乐善好施的。快想一想，你身边有没有八一老爷呢？来评论区艾特他。如果你也喜欢新疆，记得关注我哟。为什么是西安？因为这里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，曾经西汉的首都长安。这里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。2000多年前，20几岁的张骞离开长安，一路西行，谁也不知道这一别便是11个春秋。这一行将中国文化和中亚文化第一次连接在一起。丝绸之路经甘肃、新疆到中亚、西亚，并连接地中海各国，途经兰州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，在古楼兰分2条路线，北线经库车、阿克苏，南线经若强、古精绝等，在喀什汇合，通往中亚地区。经过时代变迁，丝绸之路的贸易在大唐到达繁荣鼎盛时期，开辟出多条支线，直接连通古罗马。通过丝绸之路，东西方相互传入和遗址的东西有很多，易学、舞蹈、武术和一些著名的动植物、饰品、用品、器具等等。到元代，丝绸之路的交易目的发生了明显变化，大多数是文化交流为使命，而不再是以商贸为主。从侧面反映了丝绸之路的衰落。清代初期，随着一些政策的实施，丝绸之路贸易全面走向衰落。而今天，丝绸之路曾经的繁盛正被我们续写。2013年，我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，共同打造政治互信、经济融合、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、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。这就是我们在说的“一带一路”。如果你也喜欢新疆，记得关注我哟。古代的西域与36国同时期有一个超级大国，那就是乌孙。西汉时期，乌孙的人口达63万，没听错，西域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就63万人，放现在还没一些县城的人多呢。但要注意，那可是在汉朝。汉武帝时期，全国人口也就3000万，按照现在我国人口14亿比例来算，乌孙人口现在也有2000多万，也不算少。乌孙在汉朝灭匈奴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乌孙人最早是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，是肉之人西迁，占据了他们领土，还杀了乌孙的王。乌孙被迫投靠了北部匈奴，后来肉之被匈奴攻打，向西来到了伊犁河谷。此时的乌孙人看着仇人分外眼红，就联合匈奴攻打了肉之。
肉质被迫再度迁徙，而乌孙人在伊犁河谷重建了乌孙国。慢慢的，乌孙越发强大，成了那时期仅次于汉朝和匈奴的强国。公元前119年，张骞二次出使西域，来到乌孙，希望乌孙能回到河西走廊，与大汉共同联合抗击匈奴。乌孙王列交弥因为受恩于匈奴，再加上内乱未平，而且对汉朝并不了解，因此并没有答应。他派人将张骞送回大汉，但这一送让乌孙人看到了汉朝的强盛。此后，乌孙便加强了与汉朝的联系。匈奴得知此事，对乌孙十分不满，计划攻打乌孙，而乌孙选择依靠大汉，提出和亲。汉武帝当然非常愿意，在公元前105年派出刘惜君公主与乌孙和亲，她是历史上第一位被载入史册的和亲公主。到乌孙成了列交弥的右夫人，按推断，刘惜君公主那时候也就16、17岁，而乌孙王列交弥已经年仅70岁了。他到底有着怎样的命运？关注我，看下一集。新疆人的名字到底有多长？平均都在5、6个字以上。我的名字就是7个字，叫古兹诺尔买买提。你可以叫我新疆小古，也可以叫我古兹诺尔，但不能叫我买买提，因为买买提是我爸爸的名字，所以我的全名组成就是自己的名字加上爸爸的名字。我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，军训教官点名喊买买提，买买提，我就在想，单街有老乡，左右看看，我以为买买提没来呢。教官以为我没来呢。新疆人的名字翻译过来都有一个美好的寓意，我的名字古兹诺尔翻译过来就是美丽的光的意思。希望我能像一束美丽的光，给你带来温暖，照亮前方的路。关注我，你的新疆好朋友。新疆人的名字到底有多长？平均都在5、6个字以上。我的名字就是7个字，叫古兹诺尔买买提。你可以叫我新疆小古，也可以叫我古兹诺尔，但不能叫我买买提，因为买买提是我爸爸的名字，所以我的全名组成就是自己的名字加上爸爸的名字。我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，军训教官点名喊买买提，买买提，我就在想，单街有老乡，左右看看，我以为买买提没来呢。教官以为我没来呢。新疆人的名字翻译过来都有一个美好的寓意，我的名字古兹诺尔翻译过来就是美丽的光的意思。希望我能像一束美丽的光，给你带来温暖，照亮前方的路。关注我，你的新疆好朋友。世界上最大的巴扎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乌鲁木齐的二道桥。二道桥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？当郎老师的那一首关于二道桥唱的就是这里。巴扎是集市的意思，二道桥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南北疆与中亚的物物交换中心，汇集丝绸、香料、土特产，被称为洋货市场。二道桥的名字源于清朝时期的2座木桥，头道桥和二道桥。最早的二道桥是一座宽约4米的木质桥，连接南北交通要道，成为商家云集的贸易圈子。关于二道桥中唱道，为了10年前二道桥你迷人的一笑，10年后我徘徊在这无人的街道。这首歌以二道桥为背景，描绘了跨越10年的等待与思念，让更多人记住了这条充满异域风情的街道。刀郎的创作灵感正源于这里浓郁的民族风味，手鼓声、鲁塔尔琴、载歌载舞的维吾尔族姑娘都是他笔下的鲜活素材。如今的二道桥已经焕然一新，成为了乌鲁木齐的金融圈。2003年建成的新疆国际大巴扎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巴扎，这里既有传统手工艺品和田玉、艾特莱丝绸、巴基斯坦铜器，也有现代免税店和美食广场。夜色的灯光秀和民族歌舞表演更是吸引了全国游客。不到二道桥不算来到乌鲁木齐，这里既能淘到中亚特色产品，也能品尝烤包子、石榴汁儿、手抓饭，更能沉浸式的体验维吾尔族热情与艺术。如果有机会，你愿意听着刀郎老师的歌声一起来逛一逛这里吗？跑了1000多公里，赛里木湖的景色也就这样啊，你们自己看。In another lifetime, I will never change my mind. I will do it again, a thousand times. 我居然是个10国混血美女。我
我今天才知道，我居然真的是混血。我回家立马问我爸妈怎么回事，结果他们也不知道我混血的事儿。我这不是前几天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吗？结果报告显示，我除了维吾尔族血统占比33%之外，居然还有其他10个民族的血统，其中有蒙古通古斯血统20%，北方汉族10%，甚至还有东欧、南欧、北欧、巴基斯坦、布里亚特、雅库特、印度等等血统。我咨询了一下做这个检测的专家，他们告诉我，原来这些血统可以追溯到几千上万年，是祖先漫长的迁移过程中形成的。我看我新疆闺蜜的报告也和我的一样，有印度、英国、巴基斯坦、东欧啥的。这就非常好的解释了新疆为什么帅哥美女多，为什么大眼睛高鼻梁的人那么常见，这些全是基因决定的。我的报告还显示了我喝酒一头晕，这个我没喝过，我还真不知道。说我的基因让我乐于助人，这个说的还是挺对的，我真的是一个热心肠。说我减肥要靠努力，这确实是，我现在的身材可真的是靠我每天坚持健身换来的。总体来说，这个检测还是比较好玩有趣的。2025年12月1号到5号，乌鲁木齐中小学会迎来雪假，加上前后的2个周末，总共加起来是9天的假期。这样的假你们那儿有吗？雪假期间，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外出游玩和滑雪。新疆的滑雪场可多了，你知道哪几个呢？而且新疆的雪景也很美，大家想不想来看看？我曾经带着622个新疆哈密瓜去了重庆，而新疆现在每年带着361度哈密的电能会去到重庆。今年6月，哈密至重庆中负电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产送电，未来重庆20%的电能将由新疆供应。该工程起于哈密巴利坤哈萨克自治县，落于重庆市渝北区，线路全长2260公里，成为连接西北能源基地和西南经济引擎的一条能源丝绸之路。重庆作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，以及内陆开放的综合枢纽，正展现出蓬勃的经济活力。而电能是保障重庆实现高质量发展、提高民生扶持的重要支撑。新疆是国家规划建设的3基地一通道和大型清洁能源基地，是西电东送的重要送段，拥有9大风区，而哈密便占了其中3个。哈密是全国日照最充裕的地区之一，全年日照达3170到3380小时。这些条件让哈密成为江滇入雨工程的理想起点。日照时间长也是哈密瓜之所以那么甜的重要原因。我带的哈密瓜从新疆来到重庆用了4天时间，而哈密的电能来到重庆只需要0.7毫秒的时间。他们走的是一条点对点、直达输送、中间不停靠的电力高速公路。这条能源高速公路的建设是世界级的工程，它克服了超远距离、特高压等级、复杂环境、尖锐技术等世界级难点。从大漠孤烟到山城灯火，一条条银线跨越的不只是高山，是一个携手共进、共赴繁荣的未来。希望新疆的绿电源源不断地走进重庆的千家万户，也希望我带的新疆哈密瓜能够把甜蜜带到重庆朋友的心中。像风筝那线，拉不住必须下一个夜。在烽火年代写上句点，奔着那春天，等待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孤雁，爱在风筝下起，美不到我们的从前。有人问我，你一个新疆姑娘怎么老解读刀郎的作品呢？今天我就讲讲刀郎和新疆有哪些不解之缘。此缘有3。第一，刀郎老师是新疆女婿，他的妻子朱梅就是咱们新疆姐姐。他们1993年相识，随后相恋结婚。后来刀郎老师也来到了新疆，也就是在那几年我出生了。备注：我出生跟他们没有关系，这是2件事。第二，刀郎老师来到新疆后深受新疆民歌吸引，他结合流行音乐，开创了他独特的曲风。刀郎这个名字就是受到了新疆刀郎部落的启发，刀郎部落是维吾尔族的分支。刀郎还曾任新疆阿瓦提的形象大使。第三，刀郎老师很多家喻户晓的歌曲都是描绘了美丽的新疆。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其中那一句8楼2路汽车，8
八楼就是指新疆昆仑宾馆，一提八楼，所有新疆人民都知道。西海情歌，说说吧，都谁单曲循环这首歌，边听边哭的？阿瓦尔古里，这是刀郎老师给伊犁电视台写的台歌。那首驼铃，一句送战友，踏征程，又让多少钢铁之躯流泪呢？还有喀什噶尔的胡杨，手心里的温柔，最美还是我们新疆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怀念战友。去伊犁的路上，新疆好，北方的天空下，身披彩衣的姑娘，高原的回忆，奇台30里。他的歌曲写遍了大美新疆，而我的使命正是宣传大美新疆。您说我喜爱它，没错吧？小白杨这首歌你肯定听过，但您知道吗？这个小白杨哨所真的存在，原名叫塔斯提哨所，位于新疆塔城，与哈萨克斯坦只隔着一道铁丝网。塔斯提在哈萨克语中是石头的意思，说这里只有石头没有树。塔斯提哨所建于1962年，那一年代这里的条件很艰苦，环境恶劣，甚至没水没电，喝水需要去数公里外背回来。战士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守护着祖国的边界线，保卫着我们的家园。这里的第一抹绿色是一位叫程富盛的锡伯族战士带来的。1980年，程富盛19岁，被分配到塔斯提哨所。3年后，他第一次回家探亲，对母亲说起了哨所的艰苦。他母亲一夜未眠，第二天便在自家院子挖了10棵小白杨树苗，教他带上。战士们每天就用洗脸刷牙省下来的水浇灌这些小白杨。在这恶劣的自然环境下，最终只有1棵树苗活了下来，与战士们共沐风雨，同守边防。1983年，阎伟文老师首唱了这首《小白杨》，并快速得以传唱。这塔斯提哨所因此改名为小白杨哨所。如今这里的设施早已经得到完善，立体管控能力倍增。这棵小白杨见证了祖国的日益强盛。今天是8月1号，让我们一起为坚守在祖国边境的戍边战士致敬，为小白杨顽强的生命点赞。有人说全世界都有新疆人，但唯独新疆留不住新疆人。好像很多人生来就是为了逃离新疆，偏远、贫穷、落后，这些是曾经新疆的代名词。我也是一样，高中就开始去其他城市读书，大学也没回来。经过我不断的奋斗，我终于离开了新疆，在北京生活了多年。最终我带了一个痴情的小伙回来了。我出去新疆可不是因为大家对新疆的偏见，我这属于招商引资。跟你们说新疆好着呢，不光水果甜，不需要科技，天然就甜，而且新疆未来发展潜力也巨大无比。这里是亚欧大陆的中心，随着水路运输的不确定性增加，大力发展陆路运输正在变成未来的趋势。国家正不断的在新疆加大投入，新疆显然已经成为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。朋友们，新疆要不要来考察一下？大家觉得新疆的哪个城市好呢？昨天晚上在烧烤摊，我旁边那桌2位也不知道哪里的游客大哥，因为抢着结账吵起来了。只见其中一个大哥一个白鹤亮翅，刚要使出黑虎掏心，结果就让警察叔叔给抱住了。热身还没结束呢，全程不到1分钟都没人报警，案子就结束了。你就说吧，还有哪个城市出警速度能这么快？这个1分钟我说的还有点保守，其实它不到1分钟。最近我被问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新疆安全吗？现在说新疆不安全的人大概率是没来过新疆的。我很负责任的跟您说，新疆是全国最安全的地方，这里24小时有警察叔叔巡逻，500米内必有岗哨，您说能不安全吗？另外，新疆的各种安检也比较严格，坏人根本就没法在这里待。现在的新疆可以说是夜不闭户。还有就是新疆各个民族其实都是很团结友善的，随着来新疆的游客越来越多，大家对彼此的风俗习惯越来越了解，误解和偏见也就越来越少，彼此感受到更多的便是真诚和热情。作为一个维吾尔姑娘，我非常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到新疆，感受一下各民族不同的民俗风情，看看巍峨的雪山、辽阔的草原、浩瀚的沙漠、碧蓝的湖泊，尝尝新疆的美食，再看看新疆的美女。
新疆发生了6级地震，位于新疆的阿图什阿合齐县，网上流传了一些房屋倒塌的视频，是假的。这次地震截至目前没有人员伤亡。有些人好奇6级地震到底属于什么程度，是严重还是不严重？正常来讲，6级地震属于中强地震，这不算小，可不是6级地震本身不危险，但地震的破坏程度要结合震源深度、震中位置和当地的建筑质量综合判断。新疆阿图什属于地震高发区，地处南天山地震带西端和潘米尔湖地震带，这里发生地震的概率高很多，所以当地的建筑都属于抗震房，要符合一定的抗震标准。同时，地震的预警及时，群众避险得当，所以没有人员伤亡。大家平时也要多学习一些防护措施，常备一些应急物资。新疆最近可又被老外盯上了。现在的新疆和以前可大不一样。随着新疆旅游业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新疆，看到了新疆的大美风光。可一群敏锐的人早就盯上了新疆，大量的国际资本早已经提前下注了。像希尔顿、万豪、洲际这些外资豪华酒店正在这里扎堆布局，而且实打实的真金白银，不会说谎。今年新疆计划实施的重点投资项目高达500个，总投资额来到了3.47万亿。3.47万亿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新疆全年 GDP 的1.5倍。这笔钱砸下去，这个地方的格局是不是要彻底改写了？再看一组数据，2024年新疆的人口净流入全国第3，今年上半年新疆的民间投资额同比增长 23.2%， 新疆的民用机场数量到达了28个，位居全国第1。说实话，这种发展速度能让我联想到的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了。新疆这片中国陆地面积最大、交接邻国最多、边界线最长的省份正在悄然崛起，重塑整个欧亚大陆的格局。如果说中国经济曾经的高度要看沿海，那么这未来的高度恐怕就要看新疆了。问题来了，全国有潜力的地区那么多，为什么这次偏偏跳出了新疆？新疆又是怎么从一个边陲之地变成了我们全力压住的战略纽带？今天咱们就来讲3点，一起看懂属于中国新疆的极限未来。第一，地理反杀，从边缘角落到欧亚十字路口。以前说起新疆总觉得太远了，海运时代它离东部沿海千里，基建薄弱，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马六甲海峡、霍尔木兹海峡天天出状况，海运成本涨，风险高，全世界都在找新的通道。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，新疆居然在欧亚大陆正中心，从上海发往德国的中欧班列1万多公里路程，除了新疆就走了一半。以前的边陲现在成了连接中国与中亚、欧洲的黄金咽喉，谁先站住谁赢。第二，资源炸场，藏在西北的超级能源银行。新疆的资源说出来能吓一跳，太阳能可开发量占全国 26.9%， 全国第1；风能占 18%， 全国第2；地下石油占全国陆地 22%， 天然气占 28%， 煤炭更是占了40%。放在以前，这些宝贝运不出去，用不起来，但现在特高压电网能把新疆的风电光伏直接送到东部，油气管道通到全国，就连最费电的 AI 算力中心都想往新疆搬。这里电费低，能源足，工业成本直接降一大截。有了这张能源王牌，中国制造业的底气更足了。第三，战略开挂，一带一路的核心玩家。现在全球贸易不好做，西方动不动就加关税、搞制裁，世界急需新的玩法。而我们10年前就布局好了一带一路大棋，新疆就是最关键的落子点。全球197个国家，150个都加入了一带一路，和这些国家做生意得有一个中心口岸，新疆刚好合适。你看现在阿拉山口口岸开通115条班列到25个国家，霍尔果斯口岸80条线路，辐射18个国家，45个城市。中国西部和欧亚的贸易就靠新疆这扇门越开越大。这3.47万亿不是简单修桥铺路，而是中国打开欧亚市场的钥匙。新疆不再是偏远的风景，而是中国经济的新引擎。未来10年，它的发展只会更猛。你觉得新疆下一个爆发会是在哪个城市？评论区聊一聊。新疆居然还分为南疆和女疆。新疆居然还分为南疆和北疆。今天给大家讲一讲新疆哪里是草原，哪里是沙漠，哪里生产水果，又是哪里生产海鲜。来看地形图，新疆被天山山脉一分为2，这条线以南就是南疆，以北就是北疆。而天山这里有一个夹角，这一片就是著名的伊犁河谷。新疆最美的几个草原大部分都在这里，那拉提、康拉峻、卡西、夏塔等，夏天就来这里玩。而在这里就是尼勒克，天山脚下冰雪融化形成了河流，这就是新疆生产3文鱼的地方，叫红鳟鱼也行啊，反正不管叫啥都不建议生吃。天山南北各有一个盆地，盆里各有一大沙漠，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中国最大的沙漠，沿着沙漠边缘就是塔里木河，著名的罗布泊曾经就是塔里木河的下游，现在干了。沿着塔里木河两岸就是成片的胡杨林和盐碱地。新疆的南美白对虾、石斑鱼、鲍鱼等海鲜就是这里产的，秋天来这里最好了，
胡杨林很美，还能吃海鲜。著名的阿克苏苹果就在这里。这里是新疆的喀什，喀什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之一，中国最晚日落的地方，也是最具有新疆民俗特色的城市。不挑季节，啥时候来都行。新疆的西梅在这里，石榴在这里，库尔勒的梨在这里，大家喜欢的葡萄在这里，吐鲁番也是《西游记》火焰山的所在地，哈密瓜的哈密就在这里。8月份来这儿玩最好了。往北看有水怪的喀纳斯在这儿，禾木在这儿，没有海的可可托海在这里。夏天、秋天都很美，冬天滑雪也在这里。夺命的大乌苏在这里，都谁喝过？太多了，根本说不完。点赞关注我吧，来新疆，小虎给你做攻略。快跑！有狼追我！哪儿呢？为什么追你？我偷了他的毛。你偷了狼毛？狼毛。在新疆旅游，你会不会遇到狼呢？大部分情况下是遇不到的，但新疆有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狼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看，这个山上全都是狼。这边还有一个黑狼。你们敢想吗？养这些狼的居然是一个女人。看，吴杰正在薅羊毛，不是羊毛，狼毛。薅羊毛敢信啊？我这是纯纯的狼哎！吴姐，这个所有人都能薅吗？你下锅可以。我可以进去薅是吧？是的，你绝对可以。他薅我，我薅他。吴姐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如果在野外遇到一个狼，应该怎么办？野外遇到狼的情况下，首先第一个你不要害怕，你是2条腿，他是4条腿，你绝对跑不过他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如果手上有铁器，旁边有铁器或者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弄出来一些响声。再要是实在没招了，把衣服一脱下来，掏过头顶，发出最难听的叫声就可以。这是唯一自救的，而且你和他不要对视，你不要和他对视。但凡他要是走开一点点，你赶紧找个机会溜。但是你不要直接这样看到好掉头我这样一跑不行啊！你是要面对着他这样子盯着他，这样慢慢的退，离开他。这是在野外遇到狼的时候，你先是要自己冷静下来，再去对付他。学会了，大家知道了吧？作为一个新疆人，我苦练了10年，练成了如今的普通话。没想到最后你们说喜欢听能言文，我也不会呀，勉强跟你们说一个吧。我支持你，你的后面我在呢，你很有文采呀，你的肚子里墨水有的呢，你不要再缠着我。朋友，你不要像泡泡糖一样在我后面站着呢，我要掐死你！我现在一点点空气不给你，一点点空气不给你。我渴了，买水去。我要喝奶。喝奶？这就有哦，这新疆路边就有卖奶的。你要喝多少？我来10块钱的呗。啥？10块钱？对啊，一杯奶茶不得10块钱吗？那你喝得了吗？没问题，来吧。你必须喝完哦。再接来10块钱的。这真的是纯天然的奶啊！一勺。还有吗？有，还有呢。10块钱的啊，姐。3勺，4勺。喝吧。这是10块钱的。这是多少？10块钱5斤，都得喝完。今天晚上吃烤包子啊。行，没问题。有点干巴吧？那来点喝的，来个牛奶。可以啊，我正渴呢。来10块钱的。10块钱太多了吧？你喝不了。10块钱我一口气就能喝掉，10块钱牛奶我喝不了。你确定？老板，来10块钱的牛奶。袋装吗？这里是牛奶。这就是纯天然的牛奶。这刚刚是1勺。哎呀我2勺。老板10块钱的啊？对。这么大一袋吗？来喝，你要咋喝？来吧。我能喝了。哎，过来，这个得拿回去煮，煮完以后还会有奶皮子呢，可好吃了。这新疆可以啊，牛奶比水便宜。完了！牛奶喝不完怎么办？把它做成酸奶。今天教大家做酸奶，来吧，我们开始。我们先把锅烧一下，把里面的水弄干，把鲜牛奶倒锅里烧开。哇，5斤的牛奶这么多，把它烧开，烧开以后把它晾到40度左右。看好牛奶在煮的过程中会形成一层奶皮子的，稍微再烧一下。
完了！没事，不影响，煮冒了就好了。容器要烫一下，奶皮子给你挑出来看看，看这么厚，天哪，这可以悄悄的吃掉。把晾好的牛奶放到我们的容器里。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把我们的引子倒到我们的牛奶里面。这就是新疆的酸奶，这么小一罐可以换来这么大一大盆，还是很划算的。看，新疆的酸奶是固体的，需要把它挤出来，把它搅拌均匀，用保鲜膜给它封口，把它放在电饭锅里面就可以了。等待8到10个小时，我们看成果。朋友们，我们的酸奶已经做好了，到底成功了没有呢？哇，看这个状态就是成功了，它已经结成块了。真正的好酸奶就是这种固体的才是。看，有点酸，上面有一层奶皮，特别好吃。很成功，按照我的方法做起来吧。新疆人的婚礼到底有多热闹？我们去看一个新疆婚礼，看看新娘子漂亮不漂亮。大家不要再争了。为了弄清楚新疆的三文鱼到底是什么鱼，到底能不能生吃，我特意开了15个小时的车，跑了一趟伊犁的尼勒克，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新疆养的三文鱼到底是什么鱼？答案是三杯体虹鳟鱼。这个三杯体虹鳟鱼和银鳟、大西洋龟、王龟都属于龟科鱼类，而且国际机构 FAO 也将上述4类归为三文鱼。其实我觉得到底叫什么名字并不关键，核心还是是否有寄生虫，能不能生吃，营养成分怎么样。尼勒克的养殖基地是天山脚下，冰川雪水汇聚成喀什河，水是可以达到饮用级别的，水质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另外，水温冷凉，富含溶解氧，水深100米，适合三文鱼的生长。还有就是尼勒克养殖基地周边甚至没有化工企业，养殖基地附近都没有牧场，可以说没有任何污染源。明确一下，这里是淡水养殖，并不是人工调配海水养殖的。新疆人工调配海水养殖的是南美白对虾以及其他海鲜，水源没问题了，养殖过程也是非常科学的。从小鱼苗到成品鱼需要3年的时间，养殖密度低，鱼也非常活跃，而且鱼的加工环节我也看了，更为震撼，完全无菌化操作。不管进去工作还是参观，都需要换好防护服，全身多次消毒，10万级的无菌车间。我以前的观点是不建议生吃的，但后来参观了整个养殖基地后，我开吃了，根本停不下来，是因为我看了这样的环境，这样规范的养殖，觉得完全不用担心。但说回来，能不能生吃得看是谁吃。据我了解，还有一些地方生吃草鱼呢。一个大神说了，只要你刀工好，够锋利，切得快，切得薄，你能把寄生虫切死，这属于胡扯。但是确实不同的人群，不同体质，要有不同的吃法。这三杯体虹鳟鱼营养丰富，吃法可不止生吃这一种哦。是谁把西域改成了新疆？而新疆为什么叫新疆？其实早在汉朝时期，北方的匈奴连连进犯，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，希望联合西域一起抗击匈奴。最终张骞不辱使命，匈奴败退，西域也至此归顺了汉朝，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。后经朝代变迁，西域得而复失，直至乾隆年间，又再一次收复了失据1000年之久的西域。乾隆大帝把西域改名为新疆，寓意着故土新归。这个疆字又有什么含义呢？疆字的拱字旁代表的是我们新疆延绵5600公里的边界线，梯土旁代表这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疆字后半部分的3横代表的是新疆的3个山脉，分别是阿尔泰山脉、天山山脉、昆仑山脉。两田代表夹在中间的准噶尔盆地、塔里木盆地，这2个盆地自然就衍生出了2个沙漠，库尔班古特沙漠和塔克马干沙漠。没想到疆字还有这么深刻的含义吧。